Agent 创世纪今天解读一项记忆研究，该成果由牛津大学与法国 CNRS 合作完成，研究发表于 Neuron 期刊，预印本已公开。团队发现人类在学习时会触发一种慢波，其频率约为 2.38 赫兹，极其深沉，平均每次爆发持续 19.6 个周期。这种慢波像节拍器同步分散的神经元，它决定哪些记忆在睡眠中被回放巩固。这一发现揭示了学习、休息与记忆的闭环。大脑每天接收海量信息，从看到到记住需经历3个阶段。体验阶段是主动编码，巩固阶段在离线休息中完成，回忆阶段则是成功提取存储的信息。3个环节跨越了截然不同的时空尺度。底层究竟用什么统一机制串联这3个阶段？这成为记忆研究中最根本的谜题之一。实验中以谁认识玛丽为核心测试案例，它迫使大脑完成从学习到回忆的完整循环。动物模型长期依赖老鼠探索时的连续西塔节律，老鼠探索空间时，脑电波始终连续不断。这种5到12赫兹的节拍像永远的背景音乐。人类大脑则呈现一种截然不同的模式，人类的神经震荡更慢、更隐蔽且间歇爆发，它并非持续存在，而是受到刺激才触发。过往学界长期找不到统领全局的节奏，人类大脑难道没有自己的记忆节拍器吗？首次证实，人类学习时海马体触发慢震荡波，频率约为 2.38 赫兹，极度深沉且缓慢。爆发形态为受激触发，像闪光灯瞬间点亮，平均每次爆发 19.6 个周期，时间精准。该发现揭示了人类专属的按需爆发记忆节拍。频谱图中可见强烈能量爆发，证实其存在。这种慢波仅在主动学习时触发，非被动观看。它并非连续背景音，而是瞬间点亮的信号。研究团队采用混合微电极技术，直达内侧颞叶这一记忆核心。宏观触点记录局部场电位及大脑的慢波节律，微观电极则捕捉单个神经元的放电脉冲。2种信号同时采集，实现高时空分辨率的神经监测。27位癫痫患者志愿者参与了全周期实验，他们提供了罕见而珍贵的人类颅内脑电数据。这种记录方式能同时观察宏观节律与微观活动，它为揭示2赫兹爆发的细胞基础奠定了基础。谁认识玛丽实验通过4个阶段对比被动观看与主动记忆。受试者先闭眼静息10分钟，以采集脑电基线数据，随后被动观看随机人物照片，不要求进行刻意记忆。主动学习阶段要求强行记住社交关系，例如玛丽认识安东尼。15分钟后进行回忆测试，需从多张照片选出正确关联。核心对比在于大脑仅仅是看与努力去记时的差异。这种设置能分离编码意图对内侧颞叶神经活动的影响。实验在单次扫描内完成全周期监测，确保各状态数据可比。被动观看时，脑波平缓且杂乱，呈现无规律波动；主动编码与提取时，波形整齐、高振幅且显著。统计检验极显著，概率值低于1/1000。这表明2赫兹慢波精准地为刻意记忆而生。它并非大脑持续存在的被动背景节奏，而是只在开启全神贯注任务模式时唤醒。这一发现明确区分了看到与记住的神经标志，也为后续离线回放机制奠定了重要基础前提。波形越强，记得越牢，这是本研究的核心发现。学习时海马2赫兹爆发越强，回忆准确率越高。统计检验 P 值小于1/1000，相关性非常可靠。这不是偶然伴随现象，而是记忆核心预测指标。图表紫色箭头从差到好展示指数级上升。学习瞬间慢波强度可预判几十分钟回忆表现。这一发现为记忆研究提供了定量生理指标，大脑据此决定哪些信息值得被永久巩固。2赫兹慢波是一个强制节拍器，同步神经元，它将散乱放电的神经元框定在特定时间窗内，神经元正好在慢波波峰处集体同步开火，杂乱无章的信号瞬间变成有序的神经密码。这种同步机制构成了记忆编码的基本单元。示意图显示，青色波峰聚集大量白色放电点，只有同步放电的神经元群体才能编码有效信息。这就是2赫兹慢波实现统一步伐的机制。大脑内存在相位振幅耦合机制，2赫兹慢波充当指挥家的大波浪，高频伽马波则是传递信息的小波浪。
慢波的节拍精准控制伽马波振幅，这种低频套高频模式是记忆打包的核心方式。海马体通过2赫兹节拍调控高速信息传输，只有在大波浪的特定相位，小波浪才释放。这解释了慢波如何主导记忆编码效率。人类的记忆编码与存储并非由单一脑区独立完成，它依赖整个内侧颞叶中多个脑区的庞大网络。海马体担任记忆处理与整合的核心引擎，内嗅皮层充当信息输入的首要门户，海马旁皮层专门处理空间定位与背景上下文，杏仁核则为记忆烙上深刻的情感或情绪印记。这些脑区通过共振实现高效协同运作。这种网络结构决定了记忆的完整编码与可靠检索。2赫兹爆发就像发令枪响，瞬间唤醒整个内侧颞叶网络。海马体作为核心指挥，向整个 MTL 网络发出同步指令。内嗅皮层、海马旁皮层和杏仁核立即同步响应，在短短10几秒内，跨区域的高频伽马波达到空前同步。这种同步并非偶然，而是由2赫兹节拍精准约束，就像交响乐团所有乐器在指挥棒下完美合拍。全网同步确保记忆信息被统一打包与传递，这是大脑从局部编码迈向网络刻录的关键一步。共活跃基序代表特定记忆的专属神经元编队，它在2赫兹节拍约束下形成。当受试者努力记住社交关系时，特定一群神经元同时放电，这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记忆条形码。它是记忆刻录的物理形式，每个基序对应一段具体经历，这为离线回放提供了神经底物。学习任务结束后，受试者闭眼休息了整整10分钟。高频涟漪是记忆巩固过程中的关键机制，它被称为记忆的快进播放键。这种脑电活动发生于闭眼休息或深度睡眠阶段，其频率范围高达100到250赫兹。如此高的频率，人类意识根本无法察觉。每个涟漪持续仅几毫秒便结束。在这短暂爆发中，大脑高速重演白天经历，这就是记忆从临时缓存转为永久存储的核心步骤。高频涟漪虽只有毫秒级，却承载着重放任务。白天形成的神经元共活跃基序被高速重演，大脑以极高倍速回放这些记忆条形码信息，这相当于将临时缓存刻录到永久硬盘存储。只有经重放的记忆才能实现从临时到永久的巩固。离线重放是连接学习与长期存储的关键桥梁，没有重放过程，白天的经历很快就会被遗忘。正是这种暗中重演，决定哪些信息被长期记住。2赫兹爆发不仅是编码时的节拍器，更是回放的准入凭证。在爆发期间形成的神经图谱会被大脑标记为高价值数据，这些数据在休息时产生极强的涟漪回放现象。相反，在爆发之外，编码的神经图谱几乎无回放，大脑将它们判定为背景噪音，并直接丢弃。这一对比揭示出无爆发即无回放的严格原则。2赫兹节拍器因此成为记忆巩固的官方印章，它决定了哪些经历被永久刻录，哪些被遗忘。散点图数据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：休息期涟漪波的强度越高，最终准确率就越高。统计检验的 P 值达到 0.043， 非常显著。横轴从 0.00 到 0.30 代表回放强度，纵轴从0到 0.9 对应记忆准确率。那些被牢牢记住的关系正是回放最多次的信息。大脑在休息时疯狂温习的内容决定最终成绩，这一步将高价值数据刻录成永久记忆。研究者将记忆过程归纳为3个环环相扣的齿轮环节。第一个环节是在线编码阶段，学习触发2赫兹慢波爆发，这种慢波将局部神经元放电打包成有序信息包。第二个环节是网络同步阶段，2赫兹节拍引导 MTL 脑区共振，跨区域的高频伽马波在此刻达到高度同步，生成记忆积蓄。第三个环节是离线巩固阶段，闭眼休息触发高频涟漪，涟漪以极高速重放白天形成的积蓄，完成永久刻录。这3个齿轮相互咬合，构建出完整的记忆流转模型。过去对记忆节奏的认知，长期基于动物模型。老鼠在迷宫探索时，脑电如背景音乐般连续；人类专属记忆节奏则是瞬时按需爆发形式。脑区运作方面，过去聚焦海马内部独立功能，新发现显示，2赫兹慢波是全域协调指挥者，它能同步跨脑区网络，并指挥离线回放过程。这种爆发掌握离线巩固及一票否决决定权。整套发现让记忆认知发生彻底范式性转变。
转放布幕库中2赫兹触发2赫兹爆发，提升学习效率。这相当于从物理层面直接增强记忆编码能力。患者可能丢失2赫兹节拍器，成为诊断靶点。该生理标志物可用于靶向治疗的目标与评估。脑机接口可借鉴按需爆发的极简同步机制，类脑计算架构有望因此变得更高效且节能。3大应用方向均基于同一核心发现，未来干预需谨慎验证安全性与个体差异。研究团队用一句话概括了核心发现：人类记忆不是连续河流，而是由2赫兹慢波指挥的交响。每一次学习触发一次短暂的慢波爆发，这个节拍器同步了整个内侧颞叶网络。随后的离线休息阶段，高频涟漪开始高速回放，回放强度越高，最终记忆就越准确。这项成果揭示了记忆从体验到巩固的完整闭环，但实验仅在癫痫患者中验证，适用边界需更多数据。下一步可探索无创刺激能否人工触发这一节拍。